那下面这一节呢，我们要开始谈函数的图形。因为我们知道函数图形对我们了解函数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眼睛能够看到的函数的样子，跟你看到的一个很冰冷的代数的式子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节要开始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东西呢，要开始来研究一下函数图形的一些特征啊，以及函数图形要怎么画。好，所以我们先来谈它的特征。那讲义上有个图哦，那我们大致上把它分解一下，就是一个函数图形啊，随便画一下。随便乱画，你注意到，就算是我是随便乱画，但是你看到这个还是觉得你对函数有点认识。虽然我是随便乱画，至少你函数是什么样子、什么样跑啊，你大概都有个感觉。好，这跟我写一个 x14方的式子，然后说它就是这个函数，其实还是差很多。好，那这个特征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函数有起伏。好，那这个起伏，我们通常叫递增跟递减。那当我们讲这个起跟伏的时候啊，我们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说，当你想成这个函数图形是山，然后你要去爬山的时候，这个起跟伏，但起是要爬山，伏就是要下山嘛。那我们的约定是从左边往右边走，哦。你当然不要说你从右边走过来，那起的变伏，伏变起，那就不晓得讲什么了。OK， 所以我们基本上从左边走，然后这个地方是上升，好，所以这是递增、递减、递增。那因为你们在高中都学过这名词，所以我就不特别去谈它，这是起伏。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起伏啊，等一下，起伏其实有个重点。就是起跟伏的时候，从起转伏，从伏转起的时候呢，中间有就是峰顶跟那个山谷的这些感觉，好，那这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极大值、极小值，好，简称叫极值，所以这个当然是峰，这是谷，哦，这个是渐进线，这没有，谷、峰这样子，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本来要讲的，起伏，但是有分难易。那只要你们稍微有爬过山，你们都知道一样的爬山有两种差别。OK， 这是爬山、上升、递增，那爬山你碰到这种呢，你就越走越不想爬，反正其实爬到一半就想回来了，因为它越来越陡，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你在爬的过程里面，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轻松，刚开头好像非常辛苦，可是到后来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到最后你就跑到峰顶。那这个是起的时候的难跟易，那下山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你有看过间谍片看007啊，或看什么？你看他们滑雪追逐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拍这种，就是雪一冲出去呢，就往那边冲出去，没有人拍这种，太炫这样子。那是其实牵涉到就是说你一样的下山，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其实这边会越来越陡，但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下来其实越来越缓和。我们普通人滑雪其实喜欢滑这种，因为你在滑的过程你会觉得越来越，就刚开头冲得很快，但到后来越来越踏实。就快要停下来这样子，免得一直冲。那这个就害我的同学摔伤了，就是这样。
我有个同学，他很会滑雪，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去滑过一次，我去滑过一次，他滑很多次。但是呢，我那天第一天去滑雪，我好不容易到这第2高峰，我也在那边冲来冲去的时候，好不容易到下山的时候，就有人跑来跟我讲说，你的同学在医务室啊，然后叫我去找他，他把整个腿都摔断了，这样子，大概要3、4个月才会好，好吧？那就是因为他跑到最高的地方去滑这种雪。那这个是这个我讲，这叫起伏的难易。那函数图形除了这个之外，但是起伏难易这边有个东西叫反曲点，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其他还有什么呢？好，渐进线。好，渐进线。那我这边故意画了，这一条我们叫水平渐进线。好，这一条我们叫斜渐进线。然后这一条我们叫垂直渐进线。那一般来讲，水平渐进线跟斜渐进线总的加起来不会超过2条，因为水平渐进线跟斜渐进线谈的是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函数的性质所以这个是水平渐进线，然后这是斜渐进线。那当然有人会特别去谈说，有一些很特别的函数，说他也认为那个有水平渐进线，这我们不管在我们的这个课里面，我们的函数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只讨论这种。但是垂直渐进线就免不了了因为垂直渐进线多半发生在那个分母会等于0的地方，这个也有可能有很多个所以垂直渐进线有可能很多条。这是渐进线。那如果有的话，函数还有一些基本特征，一个是对称性，那这个函数当然没有譬如说奇函数的时候对圆点对称，偶函数的时候对y 轴对称当然你还可以去谈更细的对称性，那个再说但至少我刚刚讲这2种。另外一个是你画函数的时候常看到像根根当然在某些问题里面很重要，不过就对画函数图形来讲，我认为根比较不重要因为函数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起伏难易的那些感觉。那根在哪里差一点点，其实对我来讲稍微无所谓。但是求根的问题，当然本身对某些应用来讲它是唯一的想要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并没有说根不重要，我只是说在做图的时候根稍微不重要。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y 截距这些东西，就是0带进去得到的值那这个也不是太重要。好，所以依照这个呢，我们先来谈一下递增跟递减。这是我常会用的符号，这是递增。递减。好，那顺便也许谈一下极值。好，那我选一个稍微严格一点的定义好了。好，这叫严格递增。但我就暂时把它当做我们这个书里面讲递增的定义，就是 x1 如果比 x2 大，它的函数值就会比较大就越来越大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如果一样，则 f(x1) 小于 f(x2) 呢，这我们称为递减这个是递增，这是递减。好吧，因为其实我连定义都不太详细因为这对你们来讲，这是你们高中已经都知道了。OK， 我们的重点是你学了微积分之后怎么样来帮忙我们判断递增跟递减？那这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最基本的观察，这个观察就是，如果函数是线性函数，假设这是一条直线，那直线的时候什么是递增递减那是实在太容易。虽然我在课本里面写个证明，但是我并不是说它真的很厉害这样子。就是 m 大于0，斜率是正的时候，这是递增 ；m 小于0，这是递减。我就不证明因为这你们都知道。那这个的重要呢，是因为我们在上一节才学过线性逼近。线性逼近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切线呢基本上可以模仿函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
所以至少从这个观察，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猜测哈。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 x 等于 a， 你现在看它的切线，它的切线斜率呢，我们已经知道是 f' a， 所以如果大于0的话呢，那在 x 等于 a 附近，应该是递增的。如果这个小于0的话，在 x 等于 a 附近，应该是递减的。好，那这个我们光是用想象的，好，就跟你的这个经验来讲，当然一定是对的，啊，绝对不会有什么错。那我们现在只是要稍微严格一点，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性质是这样。我要讲的第一个性质是说，好，我们不只谈附近，我们假设 f(x) 呢定义在 a、b 上 ，a、b 这个开区间上，而且我们如果知道 x1 大于 x2 应该是这样讲，且 f'(x) 大于0。就 f(x) 定在这上头，而且 f'(x) 全部大于0，在这个区间上都大于0，则它上面递增。好，也就是说你在一个范围之内，假设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知道它的一阶导数全部都是大于0，也就是它的切线全部都大于0的话，那这函数就是递增。那这从几何上来讲，你实在是很难以想象它不对啊。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如果 f'(x) 小于0，则递减。OK，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到底怎么证明这件事。OK， 那我们证明的方式呢，其实跟我们证明当你导数等于0，它是常数，其实类似啊。我们要用平均值定理。因为这是一种你直观上很正确，但是你不晓得怎么描述的证明，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若 x1 大于 x2， 好，那不妨写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在 A、B 这个区间里面随便找2点，随便，然后你把顺序排一下，把比较大叫 x1， 比较小叫 x2， 好，所以你现在观察 f(x1) 减掉 f(x2)， 好，这个我可以直接写，因为我知道大小。好，那这是平均值定理。我要比较2个函数值，我把平均值定理把它拿出来，我们看一下。所以依照这个地方呢，我可以重新把它写成 f(x1) 减掉 f(x2)。好，把它写成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刚刚的假设是，我现在到底是谁大谁小？哦，好吧，我把这个换一下。等一下，我这边都已经写了，好，算了，我保留这个。那我只要换这个就可以。好，所以如果你需要看一下图形，反正 A 在这 ，B 在这，这是 x2、x1。所以你现在写成这样，那你注意到 f(x1) 减掉 f(x2) 呢，它其实被依照平均值定理是其实等于这样子，但是因为 x1 减掉 x2 这个大于0啊，因为我们的假设，所以这个是大于0。所以你现在注意到这个正负号其实完全被这个所决定啊，因为这个已经大于0，所以 f(x1) 到底是比 f(x2) 大还是小，其实取决于这个式子。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的假设是它在这个区间上面，它的一阶导数全部大于0，那就表示这个都大于0，因为可思议是在 x1 跟 x2 之间嘛。
所以当然可 c 就在 a 跟 b 之间。那在那个里面呢，我们已经知道 f' x 全部都大于0，所以 f' 可 c 也大于0。虽然我不知道可 c 是什么，好，但是我知道 f' 可 c 大于0。因此呢，这两个全部大于0，所以这个大于0。因此我们就得到 f(x1) 大于 f(x2)。好，但是刚刚我已经讲 x1 跟 x2 是任取的，好，这随便你取，那这个都是对的，所以对任意的 x1 大于 x2，f(x1) 都大于 f(x2)，所以表示它递增。这样子，那递减也类似，那我就不写了。OK。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至少可以回答我们刚刚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如果 f'A 大于0，则在 A 附近，f'X 大于0。那这个写法是因为我们假设这是好的函数，我已经说了是好的函数。所以呢，因为它是好的函数 ，f'(x) 其实是连续的，所以这个如果大于0的话，那它附近也大于0。但是在 A 附近就表示包括 A 的某一个区间，某一个区间，所以包括 A 的某一个区间里面呢 ，f'(x) 都大于0，所以依照我们刚刚的性质，我们就知道 f(x) 呢，在这个 A 的这个附近的区间里面，它全部都是递增的。OK， 所以你只要这个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有一个点，你已经知道 f'A 大于0的话，那就表示它附近一定都是递增。好，那这是我们刚刚本来关于你从这个直线然后你知道它会模拟那个函数在 A 附近的行为，那基本上这边就是说明其实是这个想法其实是正确的。好，那有了这个基本结果呢，那对我们讨论下面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方便。好，讨论极值。那极值是这样，若在 A 附近，f(x) 都大于 f(a)， 好吧，大于等于 a， 包括它自己，则称为极小值。当然有人会喜欢去讨论，如果它是平的时候，这算极小还是极大值？那我就不理这个了。OK， 就是我们只谈我们习惯中想象的极小值、极大值。极小值有时候我用这个符号，极大值有时候我用这个符号。所以从这个定义里面呢，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学的性质关于极值，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是这样：若如果 a 在 x 等于 a 它有极值的话，那它的这个一阶导数一定要等于0。OK， 那证明很简单，证明就是说，如果 f'A 不是0的话，那依照我们刚刚这边的写法，如果 f'A 不是0，那从这边我知道在 a 的附近，它要么递增，要么递减，反正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是极值。好，因为递增的意思就是右边的比你大，左边的比你小；递减是左边的比你大，右边的比你小，所以合在一起，反正都不会满足这两个条件，或者不满足这个图的样子。OK， 因此呢，我们得到，如果它是极值的话 ，f'A 等于0。所以通常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找极值的话，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这个方程式。
好，解 f' x 等于0。那这个解呢，我们通常称为候选点。好，或叫 critical point。候选就是它是极值的候选，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是候选，就表示它不见得是极值。好，那各位要记得，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极值的话，它 f' 一定要等于0，所以我去解这个。但是解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些可能既不是极大值，也不是极小值。好，那例子可能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比如 y 等于 x 的3次方 ，x 等于0。这个点它就是候选点，但它既不是极大值，也不是极小值。OK。那因为极值在微积分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啊，基本上所有的应用，实际上的应用呢，有一大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求最大最小值啊，极值。所以我们得要发展一个方法去判断你到底求出来的是。第一个是不是极值，然后是不是极大值或极小值 ，OK？ 那所以呢，我们有2个方法。所以第一个方法叫一阶测试，好，就是说你现在利用这个式子，你现在找出候选点，找出候选点之后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极值，我现在要用一个方法来判断。那第一个方法叫一阶测试。它的方法大概是这样，如果 f' x 大于0，当好吧，假设 c 是候选点，当 x 大于 c， 然后呢 f' x 小于0。当 x 小于 c， 这两个合在一起，则这个是极小值。好，反过来，它之所以叫一阶测试呢，是因为它只用到一阶导数。好，那既然这样，就表示等一下有2阶测试，那等一下再谈。这叫一阶测试。那一阶测试其实讲起来几何上意思很简单，你现在有一个候选点，候选点的右边 f' 大于0，候选点的左边 f' 小于0。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 f' 大于0就是递增，这是递减。左边递减，右边递增，所以它当然是极小值嘛。好，所以这当然是对的。那你如果要比较形式的写个证明，我讲义上有写啊，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平均值定理，我还是可以写一下 ，f(x) 减掉 f(c)， 因为这个写法有个好处，它让你直接看到那个极值的定义。好吧，我们把这叫证明哈，虽然其实很简单。这是什么？这是平均值定理。好，我现在要讨论在 C 附近 x 的函数值跟 fc 的函数值中间的大小，我要比较这个事情。那既然要比较大小，所以用减法，所以 f(x) 减掉 fc， 我现在要看它大于0还是小于0。那依照平均值定理，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当 x 大于 c， 当 x 大于 c， 这个是正的。然后呢，因为我依照我的假设 f(x) 在 x 大于 c 都是正的，但是因为可 c 呢是在 c 跟 x 之间，所以x 又比 c 在 c 的右边，所以可 c 呢也在 c 的右边，所以这个也是正的。好，所以 x 大于0是正乘以正。当 x 小于对不起，大于 c。当 x 小于 c 的时候呢 ，x 减 c 是负的。f' 可 c 依照我的假设
因为可 c 在 x 跟 c 之间，所以它也在 c 的左边，所以它是负的。那两个相乘也是正的，好，所以两个相乘的结果呢都是正的，这表示 f(x) 减掉 f(c) 是正的，表示 f(x) 比 f(c) 来的大，好，所以这结果就是，好，所以依照我们前面机子的定义，知道它是极小值，这样子。那我刚刚讲的是说几何上你可以想这是对的。那我刚刚写这个证明的好处是，它是直接从极值的观点出发，哦，他想要去比较 f(x) 跟 f(c) 谁大谁小，啊，然后利用平均值把它写下来，利用条件我们说明这件事。好，那这个类似。那这个就不说了。这是刚刚是一阶测试。那我们来看一下二阶测试。二阶测试跟一阶测试的差别，实用上的差别是，你们学了二阶测试之后会忘掉一阶测试，啊，为什么呢？二阶测试是这样。如果 f'(a) 等于0 ，f'(a) 大于0，则极小值 ；f'(a) 小于0，则极大值。好，我为什么说你可能会忘掉一阶测试呢？因为在应用上啊，这个跟这个有个差别，就这个地方要去判断 f'(x) 在某一个候选点右边是不是整个大于0或者小于0。那这偶尔哈，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类似不等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很讨厌啊，因为你这不等式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大于0小于0。但是这个地方它只是针对你的有兴趣的点去计算，你算了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把 a 带进去，你就把值看出来，你只要看正负号就好了。好，所以很多人在学了这个之后，就自然而然就会常常用这个。好，那我只是提醒你们不要忘了，因为有时候一阶测试还是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阶测试要怎么证。好，第一个证明，我写了2个证明。第一个证明是利用一阶测试，好，利用一阶测试。那我们看怎么做。好，因为 f'(a) 大于0，所以我知道 f'(x) 大于0，在 x 等于 a 附近，对不对？啊，因为它是连续函数，这是第一件事。那 f'(x) 大于0表示 f'(x) 是递增的，啊，在 x 等于 a 附近。这个证明如果说要说抽象，它略微抽象就在这里，好，因为你现在讨论二阶导数的时候，你现在是把二阶导数想成是一阶导数的导函数，好，所以它大于0的时候呢，表示这个一阶导数其实是递增的。这用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如果有一个函数，它一阶导数是大于0的话，那表示它是递增。好，我用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地方它是递增的。但是如果它是递增的话，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好，但 f'(a) 等于0，啊，我们已经知道 f'(a) 等于0，这是刚刚讲这个条件，所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如果 x 比 a 大，那依照我刚刚的假设 f'(x) 是递增的，所以但是 f'(a) 又等于0，所以这表示 x 如果在它的右边的话，那 f'(x) 会大于0，在它的右边。好，就是说，但是这个所以表示在 x 大于 a。同样的道理，在 x 小于 a 的时候，则 f'(x) 小于0。好，这完完全全是来自于它是递增的关系。
那又因为你的中间点是0，所以右边就是 f'(x) 要大于0，左边是 f'(x) 要小于0。但是有了这两个呢，刚好就是一阶测试，好，可以用的地方。所以从这两边 f'(x) 大于0，小于0，所以这个一阶测试，好，所以我们知道 f(a) 是极小值，这样子。那另外这个完全一样的说明，好，只是用到一阶测试的另外一边，用到这一边，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证明。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二阶测试的第一个证明，好，那这个证明是利用一阶测试。那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证明，这个第二个证明呢是要利用这个式子。好，所以我们先看，我把左边这个式抄过来。就是我把整个式写出来。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假设是 f'(a) 等于0，所以这个式子没有了。还是我就改写一下。好。这个等于0，所以这一整项没有了，因此我得到 f(x) 减掉 f(a)。好，那我是故意写成这样的，因为我们要比较 f(a) 是不是极值，所以我要看 a 的附近 ，f(x) 减掉 f(a) 是正还是负，还是其实没有一定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因为我们又知道二阶导数。f'(a) 譬如说大于0，好，那这就表示，因为 f'(a) 大于0，则在 a 附近，好，它的二阶导数大于0，但是因为可 c 呢介于 x 跟 a 之间，但 x 已经在 a 附近了，所以可 c 当然更在附近，好，所以这表示 f' 可 c。当然也大于0啊。那再一次，可 c 我们不晓得它是多少，啊，我们只知道可 c 跟 x 跟 a 有关，但至少我知道可 c 在 a 跟 x 之间。那刚刚好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就只用到这件事，好，所以它的 f' 可 c 大于0，因此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大于0，二当然大于0，这个也大于0，所以 f(x) 呢大于 f(a)， 好，这样子。所以它是极小值。好，这是利用刚刚这个式子的证明。好，以上呢就是应该算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啊。递增递减，你怎么利用微积分来判断？那基本上是一阶导数。那坡峰跟坡谷呢，就极值的问题呢，你可以用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所以它有两种测试。但是重点是。你刚开头要怎么找出那些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候选点，所以记得你的过程是你先算候选点，所以先解一阶导数等于0，找出候选点，然后再利用两个测试啊，任何一个都可以，然后去决定它是极小值或极大值。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件事情，我们通常称为凹性，哦，就是起伏的难易。那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刚刚画的几个图好了。那这是典型的，那你注意到它，就是说你如果观察到每个点。然后看它的切线，哦，你会发现这个图形呢，在这个切线的上面，但是呢，这些地方它其实在切线的下面，然后这个地方啊，函数图形又在切线的上面，这个在切线的下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方式来刻画啊，因为切线是我们熟悉的微积分的东西。
那这个情况，就是说它在切线的上方，这个情况我们叫凹向上。凹向上。那通常我就简写成这样，凹向上。那右边呢，这个在切线的下方，这我们通常叫凹向下。那既然是凹向下，所以我通常写成这样子。没有这个字啊，但是好，是凹向下，反正就是凹向下这样子。这两个东西我们称为凹性，就是当你这个曲线在凹的时候，它这个凹口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那我们下面呢，要用这个基本的这个来刻画。就我现在给你一个函数，那我现在跟这个切线来观察，所以切线呢在某一个点 f(a) 加上 f'(a)，x 减 a。我现在看，我要看这个函数是在切线的上方还是下方，比如说这样子。但是这个式子呢，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它其实等于这个式子，等于这个式子。所以这意思是说，一个函数，你现在在 A 那一点，它旁边的函数跟你这个切线中间的差，如果要一直是正的话，那表示这个地方一定要是正的。那就表示说，在它附近在 A 附近的这个可视都要是正的。所以这给我们个提示就是说，这个 f'(a) 大于0，跟凹向上有很大的关系，或者应该这样讲，其实逻辑上应该是反过来，我干脆这样讲好。我直接来看 f'(a) 大于0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现在假设 f'(a) 大于0，因此 f'(x) 大于0在 A 附近。所以我假设这个，所以我知道它附近大于0，因此我得到上面这个呢，这其实会大于0。OK， 这有点像我刚刚在用这个证明，但是我的用法不太一样。我再讲一遍，就是我刚刚写这个是说我要把函数跟切线的关系我把它连起来。那因为我刚刚写过一个这样子的式子，所以我知道这个关系大概是来观察这件事。然后呢，他给我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就是说二阶导数可能跟这个有关。所以我现在就回过头来，我现在假设如果在 A 这一点，它的二阶导数是大于0，那因此我知道在它附近二阶导数都大于0。因此我用一下刚刚那个式子，我知道 f(x) 减掉这个等于它，但是因为这个大于0 ，x 减 a 平方大于0，所以这也有大于0。所以我们得到说，如果 f'(a) 大于0，则在 A 附近，f(x) 呢的图形在切线的上方。那事实上是只有这一点在 A， 就是只有这个，这是 A 点。函数图形会在 A 的上方，这样子。好了，那这个跟我刚刚本来画这个图的本意很近了，所以我们就说 f'(a) 如果大于0的话，所以我们就说定义。则 f(x) 在那反过来，如果 f'(a) 小于0的话呢，这边也是一样 ，f(a) 减掉它的这个小于0，所以如果 f'(a) 小于0，则 f(x) 在 x 等于 a， 对不起，这个凹向上。向下。好，那
到了这一步呢，就跟我们刚刚在谈递增递减的时候就开始很像了，哦，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 f'(a) 如果大于0，在 x 等于 a 附近它是递增的。当 f'(a) 小于0，在 x 等于 a 附近它是递减的。啊，那现在这个情况是，如果二阶导数 a 大于0，在它附近，哦，在 x 等于 a， 对不起，还没有完，在这个地方是凹向上，啊，这凹向下。然后在这地方你可以开始用我们在前面讲，就是证明一阶导数的方法，全部拿来用。譬如说，因为 f'(a) 大于0，所以在 x 等于 a 附近 f'(x) 全部都大于0，所以在每一个点它都是凹向上。譬如说这样子，好，我想想看，如果要模仿前面的证明，譬如说，这个我不证哈，但是譬如说我可以这样讲，前面我们不是证明过一个性质，说如果在一个区间 a、b 里面，如果 f'(x) 全部都大于0，它就在这个里面它是递增吗？哦，那现在一样，如果 f(x) 定义在 a、b 上，哦，且 f'(x) 都大于0，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函数图形，我们就说它是凹向上。但是我们从刚刚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说，它如果全部都大于0，表示它在每一个点，它都是在这个图形的上方，哦，所以你就可以观察到每个点呢，它都是这样子，哦，都在上方，这样，那就是凹向上的意思，好吧？哦，然后另外一个跟极值类似的，哦，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定义。叫反曲点。那反曲点是这样，就是我们随便看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图形，这个函数的部分呢，你可以拆解，像这个地方它是凹向上，依照这个地方都是凹向上，但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它其实都是凹向下，一直到这一点，然后开始又变成凹向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下，这边是凹向上。那在这个从凹向上到凹向下的这个中间呢，哦，就这个图形来讲，它有两个特定的点，这两个点呢，我们称为反曲点。好，反曲点其实就是凹性，它的左右两边凹性相反的意思。那我要把这个当做定义。哦，我再讲一遍，反曲点的定义是说，有一个点，它的左边跟右边刚好凹性相反。哦，这边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下，这样子。那如果用二阶导数来刻画的话呢，反曲点的后旋点就是 f'(x) 等于0，好，因为很可能在它的，因为它 f 二阶导数等于0，所以可能右边一个是正，一个是负，因此有一边是凹向上，有一边是凹向下，好，就非常有可能。但这边一样，常犯的错误就是以为二阶导数等于0一定是反曲点，那这个错误就跟当初我们说一阶导数等于0一定是极值一样，好，这个错误是同一种类型，所以就跟你在处理极值的时候一样，当你有一阶导数等于0，它只是极值的后旋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反曲点的时候，就是二阶导数如果等于0呢，它就是反曲点的后旋点。然后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反曲点，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算到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用类似一阶测试的方法，就直接去看。解出来以后，然后你看判断左边跟右边的二阶导数到底是大于0还是小于0，好，那这情况有点像一阶测试 ，OK， 好，我等一下讲例子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清楚一点，这大致上要怎么讲 ，OK， 好，那另外一个看凹性的方法，好，还有一个办法是。把类似这样的曲线想成好像是赛车场或者开车，哦，曲线你从左边往右开过来，那通常是这样，你在开车，尤其像在山里面开车，从左边这个地方，你的方向盘是一直往左边的，哦，因为你一直在左弯嘛，那感觉在左弯，所以凹向上就相当于方向盘是左弯。那到这个地方呢，凹向下的时候，它方向盘其实是右弯，哦。那在从左弯到右弯的那一刹那，你的方向盘从左弯到右弯那一刹那，有一个刹那呢，它那个方向盘是正的，那个正的位置就是反曲点，在那一刹那看起来你好像在开直的路这样子，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看这个凹性的方式。好了，讲了这么久，我们来看个例子哈。那这是新的例子，但这个例子我在讲义上有个地方写错，少一个2。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现在假设有这个函数，我要看它的起伏啊、极值啊、凹性。所以方式就是你计算 f'(x)， 那这个地方是2x x 平方加1的平方，这是负号。写在上面。连锁法则，讲义上少一个2，我少写一个2，把它补进去。这个不影响那个结果，但是就少一个2。好，所以你现在要判断递增递减，因为它是一阶嘛，判断递增递减。所以你注意到 x 平方加1本身就已经大于0，所以但平方都大于0，因此 f'(x) 的正负。和负 2x 一样，这样子，所以这表示当 x 大于0的时候，则 f'(x) 大于0的时候，这个是负的，小于0，则递减。x 小于0的时候呢 ，f'(x) 大于0，所以递增。那从这个地方我知道 f'(x) 等于0。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也知道，所以表示 x 等于0是极大值，因为当它大于0的时候是对不起，小于0是递减，对了，是极大值，对，大于0。照理说应该从左边写过来比较清楚，就先这边 x 小于0，然后再下来。那偶尔。偶尔你可以这样记录，x 等于0，然后这边是x 大于0是这样，那这个更容易看x 等于0的时候它是极大值。好，我们可以来看2阶导数。那2阶导数就是对这个来计算。负2，x 平方，我把题目换掉好了。对，因为如果我要让它稍微好算一点，这个有点啰嗦，我把这边换掉。好，我们把它换过来。就是刚那样，其实也是可以算，当然我可以继续算下去，但是因为我刚刚看到 x 平方加1的平方，我就不太想算了，所以我把它换成简单一点，log x 平方加1，好，所以它的一阶导数呢是2x，然后 x 平方加1写下来，好，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大于0，所以 f'(x) 呢和 2x 一样，当它大于0的时候呢。f'(x) 是大于0，所以这是递增，这小于0，这是递减。好，那其中 f'(x) 等于0的时候，我应该先写一下，则 x 等于0，所以 x 等于0呢是极小值，然后大于0的时候它是递增、递减、小值。好。就这样。讲义这个错还挺离谱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我要计算这个的微分，所以2倍的1乘上 x 平方加1减掉2x 乘上x。除以 x 平方加1的平方，好，这是用除法的导函数的公式，把2提出去，所以只是对 x 平方加1分之 x 微分，所以得到这个式子，好，所以2倍的，
那这个地方变成1减掉 x 平方，x 平方加1的方，这样子。好了，那在这个地方呢，跟刚刚这边一样，因为 x 平方加，尤其这边已经是平方了，所以整个东西的正负号，的正负和1减掉 x 平方一样。因此我们得到，当 x 大于1或者 x 小于-1的时候呢，这是负的 ，f' x 小于0，所以它是凹向下。当 x 在1跟-1之间，它是大于0，所以它是凹向上。OK，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再标出-1跟1，这地方它是凹向下，凹向下，凹向上，这样子。所以特别的，当 x 等于1，还有 x 等于-1的时候，这两点，这一点，好，当然，好吧，我这样写好了。然后 f' x 等于0，则 x 等于正负1，所以这是反曲点的后旋点。那当然你注意到，从上面这个图，上面这个图 ，x 等于1的时候呢，右边是凹向下，左边是凹向上，所以表示说在那一点的左右两边呢，它的凹性相反。因此我们得到 x 等于1。那同样的道理 ，x 等于-1其实都是反曲点。好，那你要回答这个有两个写法，一个就是写 x 等于1跟 x 等于-1，或者你把那个点标出来。这另外一个写法就是把1，然后把这是 log2，-1 log2，这两个点是反曲点。那极值也是一样，你可以说在 x 等于0是极小值，或者你就写0带进去，或者极小值等于 f0，等于0，因为你把0带进去以后等于 log1嘛，极小值等于0。好，那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要开始准备画函数图形之前呢要准备的事情。因为有了这个，有了递增、递减啊、凹性、极值、反曲点的话，那你对于函数的图形基本上已经有掌握了就到这个情况，你已经快要开始可以画这个函数图形。好了，不过我们就算先把前半做了就是你要分析这个函数的递增、递减，你大致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通常也就是做1阶导数、2阶导数，然后开始去看，它会大于0、小于0的区间，然后判断极值、判断凹性大概是这样。好，那虽然很想赶快开始来画函数图形，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下。那刚刚第5点那个跟那些这个我们先不谈。这个第4件事情，渐近线。一般来说，垂直渐近线，你就是注意你的函数里面有没有分母等于0的地方，通常是这样那就是你看你的函数，然后你去考虑的，就是分母等于0。那至于水平渐近线跟斜渐近线呢，这两个基本上是看极限 x 趋近于无穷大或者 x 趋近于负无穷大，然后看它的行为是什么。如果我有 f(x) 等于 a， 正负无穷大，应该是说这个或好吧，干脆分开来写好了。或好吧，不然我先不要写一个，先写这样好了。就是如果有这件事情，这个函数呢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等于 a， 那我们就说它有水平渐近线 y 等于 a， 这是水平渐近线。那同样的道理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 limit x 趋近于负无穷大 f(x) 等于 b， 那 y 等于 b， 水平渐近线，这样子。所以这表示水平渐近线呢，对我们来讲就只有2个可能性，就趋近正无穷大有可能有一条，趋近负无穷大有可能有一条，也有可能完全没有，也有可能完全都是别的样子。好，那这个是水平渐近线，斜渐近线。斜渐近线其实是有好几种方法，那万不得已才用极限。就是如果你从函数本身可以看出斜渐近线应该是什么的话，就不太需要去动用到极限。我讲的意思是说，例如，y 等于3x 加上，譬如说 x 3次方分之一4次方分之一，这是举例。譬如说像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在 x 趋近于无穷大或者负无穷大的时候呢，右边的这项会趋近于0，所以整个函数越来越靠近 y 等于3x， 那这时候斜渐近线就是 y 等于3x。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子的话，那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你不太需要再去动用到极限。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比较啰嗦一点，那我们只好动用到极限。所以我把这个写在这边。其实以前我都不太讲这些事。但因为一直有同学问所以把它写一下。那一般来讲，假设你有斜渐近线，那是什么意思呢？斜渐近线的意思就是 f(x) 减掉 mx 加 k， 这个式子呢会趋近于0。就是函数跟某一条直线越来越靠近，中间差的越来越小。当 x 趋近到 x 趋近正负无穷大的时候，它会趋近于0。那从这个地方呢，给我们个灵感，就是我要怎么去求 m， 怎么去求 k。那它的方式是这样。假设这是对的，你可以把它同除以 x， 你就得到趋近于正负无穷大，变成 f(x) 除以 x 减掉 m 减掉 k 除以 x。这等于0。我现在在解释给你听我还没有讲怎么算。就是说，如果这是对的，你把它同除以 x 以后，当然这还是趋近于0。但是因为 x 分之 k， 因为这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本来就会趋近于0。所以你就得到什么式子？你会得到呢 f(x) 除以 x， 在 x 趋近于正负无穷大的时候，其实会趋近于 m。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求 m。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 ，m。这样子 ，OK。如果有斜渐近线，你可以这样算。那你记得这个正负无穷大指的是或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有2条，就正无穷大要算一次，负无穷大要算一次，这样子。那算出了这个之后，你再去算 k。那从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等于 limit x 趋近于正负无穷大 f(x) 减掉 mx。这样子，所以它有个顺序的不是说这个没有顺序，它是先算 m 再算 k， 因为你在计算这个时候要利用到 m， 这样子。那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用刚刚这个例子。假设你不用我刚刚讲，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方式，而是说你要用这个极限的方式来做它，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有 f(x) 等于3x 加上 x 的4次方分之一，所以我先求极限，正负无穷大然后这样子。所以你就得到3嘛。所以你现在想想，其实我直接看比较快因为其实感觉上连做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求这个极限，现在得到3，然后呢，你再做下面这个事情，这是 m。那做 k 等于 limit x 趋近于正负无穷大 ，f(x) 是3x 加上 x 4次方分之一
减掉 mx 是 3x， 所以这两个消掉，然后等于0。因此你就得到斜接近线就是 y 等于 3x， 而且不管是 x 趋近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都一样。好，因为我刚刚这个计算其实跟是正无穷大、负无穷大都无关。那比较讨厌的情况，我在讲义上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来讲其实是稍微难一点的例子啊，但可能还是这样才能让你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68页最上方这个例子。我不喜欢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平常很少看到两个东西合成这个样子。好，这个例子完完全全只是为了要让你知道斜接近线有时候还挺啰嗦的哦。那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求斜接近线，所以 m。好，这是第一件事。好，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这个是 arctangent 在 x 趋近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它是一个常数，对不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趋近正无穷大的时候它是2/π，趋近负无穷大它是负2/π。不管怎么样呢，它除以 x 啊，一个数除以 x， 所以这个会趋近于0。所以右边不重要，重点是左边。然后这个左边呢，其实跟正无穷大跟负无穷大是有关系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其实我要把它分开来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limit x 趋近于正无穷大跟 limit x 趋近于负无穷大。啊，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正负号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等于 x 平方。好，我先算上面这个。好，这个是根式，我把它提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根号 x 平方呢，你记得它是绝对值的 x。好，对不起，这都有极限。这样子，所以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其实应该这样讲，在 x 还没有趋近于正无穷大前面的时候，这个绝对值 x 跟 x 中间其实就可以消掉了。那因为我现在是趋近于正无穷大，表示 x 是正的，因此这个绝对值 x 是正的，所以这个打开来其实就是等于 x， 所以这两个消掉。所以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其实是1，这样子。好，那同样的道理，这个等于 limit x 趋近于负无穷大，这个我直接写绝对值 x， 1加上 x 平方分之1除以 x， 好，写成这样子。但是呢，现在 x 是负的，哦，所以 x 本身是负的，所以当你取绝对值的时候呢，绝对值本身一定是正数，所以这个等于负 x， 在趋近于 x 是趋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因为负无穷大是负数，所以负负得正嘛，这才是正的，所以这个 x 消掉，哦，所以跟刚刚一样。得到负1啊，跟刚刚一样是说极限取法一样，但是答案不一样，一个是1，一个是负1。所以表示这个斜接近线呢，在 x 趋近正无穷大是正1，趋近负无穷大是负1。好，这应该是你第一个看到，就是两边有不同的斜接近线的函数。Okay. 因此呢，你要求 k，x 趋近正无穷大，那现在要变成根号 x 平方加1加上 arctangent x 减掉，好 x 得到这个式子。这边有好几种做法。好，其实是这个一组，然后这个一组。右边的这个呢，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会趋近于2/π，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这个。啊，那这个要怎么算呢？有两种算法，一个是用有理化分子把它同乘根号 x 平方加1加 x， 好，
那另外方式是跟这边一样。好，我用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比较像我们学过微积分的做法。根号 x 平方加1减掉 x 等于 x 平方开根号1加上 x 平方减掉 x， 跟刚刚一样。那因为 x 是趋近正无穷大，所以这个其实是 x 啊，这个等于 x。好，然后呢，用线性逼近，根号1加 x 平方大致上等于减掉 x。因为我之所以可以做线性逼近，是因为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小很小，而且当你越靠近无穷大，这边越小。好，所以大致上等于1加上 x 平方分之1，然后除以2。所以呢，这个是变成 x 加上2x分之1减掉 x， 这两个消掉。所以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两个式相减，大致上跟2x 分之1一样。因此，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趋近于0，所以整个式子呢就等于2分之派，这样子。OK， 那这个是 x 趋近正无穷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 x 趋近正无穷大的时候，你得到 m 等于1，然后 k 呢等于2分之派，所以我知道它有一条斜接近线，在 x 趋近正无穷大的时候 ，y 等于 x 加上2分之派，这样子。好了，那负无穷大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负无穷大的时候，原则上这边都一样，啊，到这边也一样，主要是这个式子。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当我直接在上面改好了，我先让你们抄一下，然后我在上面改。好，我们来看这个式子，假设是负无穷大，好，改成负无穷大，负无穷大。那所以重点其实还是这个，然后这边呢，因为趋近负无穷大，所以这边是负2分之派，这个暂时还没有答案。负2分之派 ，x 平方加1减 x 等于这个，好，这个也没有错。然后呢，你把它根号 x 平方提出来，哦，这边是负1，所以这边是加号。哦，这个是负1，所以这个是减掉负 x， 啊，所以这个是好吧，我写成这样好了，减掉负 x。所以事实上这边是加号，这个是加号，加号，好，根号 x 平方，但是因为现在是 x 趋近于负无穷大，所以这个其实是负 x， 写在这边，然后这边一样，因为这是正数，正数所以开根号，这边还是用一样的逼近，所以变成负 x 减掉2x分之1加上 x， 所以这两个还是消掉。所以当 x 趋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这一项还是趋近于0。啊，当 x 趋近于负无穷大，所以答案就是负2分之派啊，因为这边有。所以呢，哎，我这有写错，是正无穷大。x 趋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 ，y 等于负 x 减掉2分之派。所以，这个斜近线。就这个计算来讲，说不定是我们这本书最难的地方，最啰嗦的地方。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4呢，我们要利用我们刚刚学到的所有这些，要来开始画函数图形。那今天时间只剩一些，好，所以我就画最简单的一个，但是大致上让你看一下它大概样子。所以我们开始看68页，我们看第一个图。那这是一个多项式，所以这个你们在高中应该是学过的啊，只要你是23类组的话，那直接看，直接选 f(x) 好了。然后令它等于0，因为我们要看后旋点。那这样写，其实反正可以看出两个式子，好，这是 x 等于正负1，或者你把它稍微写慢一点。好，
那这样写的好处，一方面你可以看出递增递减，一方面看出后旋点。然后二阶导数等于6x， 好，这等于0 ，x 等于0，所以这是后旋点，这是后旋点，好，极值的后旋点，那这其实是反曲点的后旋点。好，不过你如果在考卷上，你不见得需要写得这么清楚。那比较重要的是分析下面这个事情。所以有0、-1、正1。从上面这边你知道，当 x 大于1跟 x 小于-1的时候是正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递增，递增，这个地方是递减。那这样很自然，这个地方就是极大值，这个极小值，这是一阶测试。好，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告诉你 x 等于0的右边是正的，所以这边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下，我没有说你们考卷要这样写啊，就是你喜欢怎么写都可以，我没有规定你们要这样写。好，那通常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你已经算出这个了，所以你要把那些点列出来，所以 F1 把它写下来，F1 是4减3等于1，所以这是极小值，好 ，F-1等于5，这是极大值，然后反曲点是0、3，啊，这是反曲点，因为它左右凹性相反，好，到这个式子，因此呢，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图了啊，1对应到1，负1的话对应到5，0的话对应到3，是反曲点。然后因为是多项式，所以没有渐近线啊，除了一次函数以外都没有，所以函数大概就长这样子。OK， 有一个约定，其实等到考试的时候我会再谈，但是大致上我要你们知道一个事情是这样，函数图形大致上画到这样就可以了，好。你不需要画得非常精确，描了100个点给我，哦，完全不需要，因为重点是我要知道你会不会。其实考作图哦，你真的能够画函数图形，只是中间的一个功能，哦。考作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知道你会写这个，所以你千万不要留一个图给我，然后这边什么都不写，啊，这个比较重要。作图的例子分成两个部分，好，有一部分是比较。有一部分是大家比较熟的，啊，就是非常单纯，给你一个函数就作图。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好，上集已经看过这个例子，那我们今天来看另外的例子。其实这两个例子是有点关系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但它解的过程其实有点像。好，那这个函数呢，第一个我们先观察到，应该不是说第一个啊，这个其实不在里面，第0个。好，这是一个奇函数，就你把负 x 带进去，它会得到负的函数值，就是负带进去得到原来的函数值的负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这对原点对称。所以如果你不想花很多力气，你可以只画右半边，就是画 y 轴的右边。好，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另外一个你要记得的事情是，虽然我写这样，但是其实隐含的是这个事实，就是 x 不等于0。那这个当然也表示，就是说，既然这样这条件表示 x 等于0出了问题，那这个地方表示有垂直渐近线，好，应该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开始来算，我还是写 f(x) 好了。好，先看一阶导数，
1减掉 x 平方分之1，得到这个结果。那我们令它等于0，好，计算后旋点，所以我们得到呢 x 等于正负1。那如果把它稍微写清楚一点，这边当然可以写成1减 x，1加 x， 好，这样有利于我们等一下看它的范围。这等于0，好，这 x 等于正负1。第二个呢是二阶导数，那这边是1微分是0，所以只剩下这一项，所以这个是2除以 x 的3次方，好，那这个要等于0，啊，发现它无解。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正负的范围。这边牵涉到的特别的点，好 ，x 等于0，负1， 1。哦，我写错，对不起。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它递增的范围、递增递减的范围，所以看的是一阶导数，然后看它的正负号啊。那我们记得这个的正负跟分母无关，所以其实跟上次那个题目一样，也是 x 减1乘上 x 加1。所以在 x 大于1跟 x 小于负1的时候呢是递增，然后在负1跟1之间呢，本来应该是这样画，就是它是递减。但是因为0呢本身不在里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边可能会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就画一条这样啊，这样子。这只是警告我们说0这一点要小心啊，我把它写成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显然有个极大值，这边有个极小值，这是用一阶测试就可以知道。好，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从这个地方，虽然它是无解。但是如果你要判断它的正负号呢，其实跟 x 的3次方一样 ，x 3次方的正负号又跟 x 一样，所以你是看x 的符号。因此在 x 大于0的时候呢是凹向上，在 x 小于0的时候呢是凹向下。好，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个结果。那我们可以来计算极大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好，所以 f 负1等于负2，这是极大值。f1等于正2，这是极小值。然后再一个没有了，好，没有反曲点。啊，你不要无缘无故把这个等于0你也想成 x 等于0。啊，有一些同学会这样子，因为解得太习惯了，啊，就把它写出来。那其实是没有解，所以没有任何反曲点啊，因为没有凹性相反的点，唯一的可能就是0，但是0不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好，所以这是到这个地方呢，是关于函数的递增减啊、凹性的分析。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是渐近线。那非常明显的 x 等于0是垂直渐近线。OK， 然后要看这个 x 趋近正负无穷大，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写成这样，好，我上次讲过，如果这形式上看起来非常明显，你不必真的去计算，就是用我上次讲那个方法去计算斜渐近线。反正第二个 limit x 趋近无穷大。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趋近于0，所以呢 f(x) 趋近于 y 等于趋近于 x， 好，当 x 趋近无穷大，所以 y 等于 x 啊是斜渐近线。好，那其实还不只是趋近无穷大，好，我这样写只是写说在右边的情况。但其实我可以两个都写，
啊，就是不管是正还是负呢，不管是趋近正无穷大还是负无穷大，反正都是趋近于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趋近正负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意思，我写这个意思，不是说它的极限是 x， 好吧，不然这样写好了，就是函数呢跟 x 其实差不多，当 x 趋近正负无穷大的时候。那当然这边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习题，就这个习题你可以去算一下，我们计算斜近线那个方法，我们上次算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例子，做了很长的时间。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你可以稍微算一下，很快就可以算出来，它的斜近线应该是 y 等于 x。好，所以到了这一步呢，所有该算的都算出来了。所以 x 轴、y 轴。然后呢，有一条斜线线 y 等于 x， 1的时候对应到2，负1的时候对应到负2，好，然后这是垂直渐因线，这边是斜渐因线，好吧，所以想当然一定是长这样子 ，OK， 检查一下凹性、递增减全部都是对的，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好，但是不是多项式。然后下面这个例子呢，我又让它稍微难一点，但这个例子其实还蛮典型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的负，好。那拿到这个函数，可以先观察一下，它可能有几个基本性质。第一个，它是一个偶函数，所以它对 y 轴对称。所以原则上你也只是要画半边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它是指数函数，所以其实你知道它是一个正的函数。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观察到呢，这个函数其实会大于0。所以当你做图的时候，不会有下半平面的东西。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刚刚一样，算它的一阶导数，这是负 x， 1的负2分之 x 平方。二阶导数呢等于，这地方要用莱梅兹法则，负1的负2分之 x 平方，加上在微分这边，那这个是因为刚刚是负 x 嘛，所以一样再把负 x 拿下来，所以是加上 x 平方。好，得到这个结果。好，那这边有一个常见的，就是你要知道的事情是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这大于0，所以当你在决定它的候选点啊，或者反曲点的候选点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它不影响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它的唯一的解只有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解是 x 等于0，这个解是 x 等于正负1，跟刚刚的例子刚好反过来。跟前面2个例子刚好反过来，所以呢还是这3点，但是角色很不一样。我们先看第一个，这是候选点，然后你现在要看它的正负号的时候，因为这是一定是正的，所以其实正负号只要看负 x， 然后在 x 大于0的时候呢，它是负的，所以它是递减。所以这个地方它是递减，这个地方它是递增，这个地方是极大值，这是一阶测试。然后呢，凹性的话就要看这2个，那因为这个跟刚刚很像，这个是 x 减1 x 加1，所以我们知道在 x 大于1跟 x 小于负1的时候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下。好，那计算一下，
东西。好，反曲点不是极值只有一个，极大值，计算一下得到0带进去1，然后呢反曲点有2个点在1还有-1，这边是反曲点，因为它的左右凹性是不一样的这是反曲点，1带进去得到1的-1，-1/2，-1带进去一样因为它是偶函数。所以这2个是反曲点，然后渐进线没有垂直渐进线，但是呢，在 x 趋近正负无穷大的时候，你如果不是对这个不是很熟，可以写成这样子。那你心里面当然至少要知道。在 x 趋近正负无穷大的时候，这个会很大，分母会很大，所以它之一呢会等于0。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得到 y 等于0是水平渐进线。好，得到这个式子。好，0对应到1。然后1的-1/2，虽然我们不确定值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情，1的-1/2是1开根号分之1，然后欧莱1呢大概是2.7，所以开根号反正是一个比1大的数，然后它做求导数，所以反正是一个比1小的数，所以我们大概在这边这边好了，然后渐进线在这边。这个是这边凹向上，这边凹向上，这边凹向下，有一个极大值，所以大概画起来大概长像这样子。那如果问题没有要求你做对称性的话，当然你也有可能把图画起来长得像这样子，也说不定。我画的夸张一点，就是有可能呢，你画起来这边画的比较陡。像这样子，那虽然这不是一个，还蛮明显，就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就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要求来讲，其实这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对。那我想原则上是这样，如果我考试没有提醒你要看对称性的话，你如果把它写成大概像这样，我基本上会算各位是对的，就是说，对我来讲，目前我最看重的是。你会利用微积分，然后来，大概把它的基本的函数的曲线的弯曲的那些基本的特征，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包括递增、递减凹性这些。好，那上面3个呢，就包括礼拜2的那个例子，这3个例子是最基本的，就是我给你一个函数，那你就作图，大概是这样子。下面呢，我要开始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例子。那像这个例子呢，我现在写这个例子是还好，就是它看起来的确不是一般的例子，但是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 y 等于1减掉 x 的3次方开3次方，那把它当做刚刚那种问题去做，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准备这样做，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就是示范一下怎么用隐函数的想法去做这件事。那在这个情况，你如果会做的话，跟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另外2个例子呢，会有点关系。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这个函数是，当然你可以想成是单位圆的推广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你已经知道它是单位圆，所以呢，现在 x 3次方加 y 3次方等于1，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像个圆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称性，它对 y 等于 x 对称，
忘记前面的习题是不是做过？啊，这是因为你把 x 跟 y 对调，啊，你把 y 跟 x 对调以后，原来的方程式不变，所以这表示说它对 y 等于 x 对称。好，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对称的判断。好，这是第一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计算它的一阶导数。好，但是你现在要注意哦，因为我不是真的要算这个，啊，算这个就正常了，啊，那就没有什么。但是我现在要用隐函数的方法来看，所以呢，我就用隐函数的方式来做。这个等于0，啊，还没有。哎，所以呢，我们得到 y' 等于负 y 平方 x 平方。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式子其实告诉我们，哦，假设有一点它在这个曲线上，你现在还不晓得它是什么，但你想象中，譬如说，如果它过这一点，假设它过这一点，那个式子告诉我们说 y' 等于负的 y 平方除以 x 平方。其实这个式子，因为这边是平方，这是平方，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曲线啊看起来的样子一定是递减。哦，就是说，假设这一点在那条曲线上，它看起来一定是要这个样子。OK， 因为我把它想成隐函数，隐函数还是一个函数啊，好，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写成，我没有把它写成显函数的样子。那因此在这一点呢，它的切线其实还是往这个方向，它其实还是递减。那最主要是因为它计算完以后得到这个式子。那你记得当初我们算隐函数微分的时候，你要算在某一点它的这个切线斜率的时候，你事实上到时候要把点带进去嘛，记不记得？就是说你假设这是 x0 y0， 好，那你计算的时候是负 y0 平方 x0 平方，你是要把点带进去。然后你把点带进去以后，你就发现这是负的嘛，一定是负的。好，所以就表示在这一点它的切线是这个方向，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对任何点呢，因为这个式子本身是这边是正的，那前面又有负号，所以就表示说它无论如何都是递减的，这样子。好，虽然我们完全没有真的把曲线画出来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递减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是递减的，但除了有一个点啊 ，x 等于0的时候是后旋点，因为 x 等于0的时候这边等于0。那另外一个是 y 等于0的时候，你可以想成呢 y' 是无穷大，所以那时候应该是有它的切线可能是垂直的。好，这我们等一下再来仔细看。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求二阶导数，因为二阶导数要看它的凹性，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做，就6x。好，这边是6y，y' 的平方加上3y 平方。这个式子，我可能需要位置。好，所以我们来算这个。好，我把3拿掉好了，重写一下。2x 加上2倍的 y，y' 在这边负 x 平方 y 平方加上 y 平方。y 0，那这是我在这个式做2件事，第一个我除以3，好，第二个是我把这个带进来，带到 y'，好，对不起，这边有平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x 加上这边是 y 的4次方 x 的4次方，所以加上2倍的，好吧，先写下来好。y 的4次方 x 4次方加上 y 平方，这个 y 可以消掉3，然后呢 x 可以提出去，所以我整个做这件事。那我把 2x y 的3次方提出去，得到的结果就这个地方变成 y 3方加上 x 的3次方。那从题目的假设，我知道这等于1。
所以我得到 y prime prime 等于负的 y 的5次方 2x。好，那如果你用这个做法，就是真的把它解出来，用这个做法，你去做微分，它的确你带进去都会对了，啊，因为这个是同一个计算。那你做二阶导数，这个二阶导数看起来很复杂，哦，这是为什么我现在用隐函数微分，至少隐函数微分看起来长得像这样，感觉起来好多这样子。好，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好，我先画一个简图，因为刚刚那种图已经不够用，刚刚那个图是普通的函数图。那这个我现在画这个图，好，这里现在看 y prime 等于负 x 平方加 y 平方，所以我刚刚已经讲，就是这个函数图形出现在不管哪里，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递减的，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这个 y prime prime， 我们知道二阶导数是要看凹性，凹向上还凹向下，所以它的正负号取决于这个式子。所以如果你那个函数的点在第一象限，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点你把它带去 x0 带到这边 ，y0 带到这边来，你会得到一个式子。那因为这些都是正数，所以这边是负的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它在第一象限呢，假设啊，这条线如果过第一象限的话，它必须是凹向下，因为从这个地方。好，那如果你是过第二象限，第二象限 x 是负的 ，y 是正的，所以这边带进去以后呢，得到是正的，所以我知道这是凹向上，这边是凹向上，凹向下，这样子。我这样画并不是说它所有象限一定会出现，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一旦它出现在这个象限，它，譬如说它如果出现在这边，它就必须是一个凹向下，而且又递减的图形，所以长得像这样子。如果它出现在这边，它就必须是一个凹向上，然后也是递减的图形，所以长这样。在这边的话，它必须是这样；在这边它必须是这样。我的意思只是这样。好，那到底是怎么样，还要再看其他的资讯。好，其他资讯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先来看。那这个跟单位圆一样，有几个最明显的点啊，10、01啊，在曲线上。那另外呢，因为它对 y 等于 x 对称，所以也许我就把通行比较特别的点求出来。哦，这个不是很有必要，但是就是 y 等于 x 跟 x 3次方加 y 3次方等于1，你如果把这点算出来会比较精确一点啊，只是这样。那你把它带进去，你就得到2倍的 x 3次方等于1，2分之1。啊，比如说这样子。那重点是它反正在 y 等于 x 上面，所以它其实是啊，大概是像这样的点。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注意到，它第一个它一定过这一点，它也过这一点。好，这是我们刚刚讲10、01。然后呢，这一点2开3次方，我们虽然不是很确定它大概是多少，好。但至少我知道2开3次方还是比1大，所以这个数呢还是整个会比1小，所以我选好。我现在画这条不是渐近线，好，这个是对称轴，然后呢大概在比如说这一点，随便选一点。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图形上面，你现在发现它有过这3个点。那我们刚刚说，它如果在第一象限，它必须是凹向下，所以这边，然后这个地方的切线是这个方向，这边的切线是这样啊，因为它对称。我们已经知道这边的切线是，就是 y prime 等于0嘛，在这一点，啊，因为 x 等于0，所以呢这边的切线是这个方向。那如果这边切线这个方向从对称性，果然这个地方是垂直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连在一起，好，这样子。因为它要递减，有凹向下，这样子。好了，那在这边呢，这边要递减，但是凹向上，所以呢，它可能长得像这样子，然后这边可能长得像这样子。好，有点像斜的飞碟，这样弯过来一点。好，但是渐近线我们还没处理。如果不处理渐近线的话，
这样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已经是把所有你知道的东西全部画出来了。但是如果有这个渐进线呢，那比较麻烦一点。这个地方我要回到这里，我要用上一次用过的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用我上次讲的，就是把它除以 x 求极限的方法，那现在我只是再一次用我觉得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理解 y 开3次方1减掉 x 3次方。x 3次方，我要把它提出去，负 x 3次方。所以变成1减掉，把它写成这样子。好，然后负 x 3次方开3次方，我可以提出去，所以变成负 x 根号1减掉 x 3次方之1，变成这样子。那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小，那因为它很小，所以它其实可以用线性逼近，所以得到负 x 1减掉3x 3次方，这等于负 x 加上3x 平方分之1。我这个计算就在 x 很大的时候，它值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当 x 非常非常大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趋近于0，所以得到它的渐进线是 y 等于负 x。所以渐进线有斜渐进线。好，那一旦有了这个的话，这边就稍微不一样。那因为有渐进线的关系，所以它其实要好好的贴着这边走，贴这边走。好，那这个就是用隐函数来帮忙我们做图。如果你用原来这个函数，其实也是可以做。我刚才已经讲，其实也是可以做。那可能计算比较复杂。那现在这个做法就计算上是比较简单，但是你要理解这边在做什么。就这个图，最难理解的是这个图。好。那下面还有2个例子，这2个例子其实都是非典型的作图。那我给这个例子只是要让你知道说，通常我们学微积分做图，你学到这些判断方法以后，你做图的时候都只做函数图形。但其实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它可以做更多。我刚刚举的那个隐函数只是中间一个例子。那下面呢，我要做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考虑函数 f(x)， 但是 f(x) 呢满足下面这个方程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函数本身，我现在知道不是函数自己，而是这个函数的微分是 x 平方加1分之1。那所以从这个不定积分或者反导函数其实你知道这个函数不是唯一的。那我也没有在意这个唯一，我并没有说请你找出唯一的，我知道这不可能的。但是我想要知道这个函数光只是知道这件事，你能不能知道它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是我的意思。好，所以现在没有函数了，函数本身长什么样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把反导函数求出来，这当然是可以了。但是我现在要先假装我不知道反导函数是什么。好，第一个，你已经有这个式子，所以表示什么？你现在先忘掉你不知道这个函数，你光看这个式，你至少你知道这个函数是递增的，对不对？就在这，因为式子都写得这么清楚，所以它递增的，没有后旋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知道这件事，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算2阶导数了。所以虽然你完全不知道函数是什么，你还是可以计算2阶导数。
所以这个二阶导数是 x 平方加1平方负的2x。如果离零它等于0的话，则 x 等于0。所以它只有0，然后全部都是递增。在 x 大于0的时候呢，它是凹向下；x 小于0的时候，它凹向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反曲点。好。所以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做图，大概是这样。你现在只是要做一个图，完全满足刚刚讲的这些条件，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凹向下又要递增，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图形，长得像这样子。OK， 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如果画这个，其实也是对的。你如果画这个，这样其实也是对的。所以你写的哪一个答案对我来讲都可以。你也可以说大概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那你注意到只是说这个答案。在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函数情况，你还是对这个函数的图形的样子是有理解的，不是完全都不知道。好，那这边有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是这样，你注意到，因为 f'(x) 等于 x 平方加1/1所以其实你知道，当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等于0，也就是说，这个图形在 x 很大的时候。我现在画这个图呢，好像还不能显现出这样子，就是说它无穷大的时候呢，它的斜率其实就会趋近于0，所以你可能会想，这可能有渐近线，那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想法，虽然它是不对的，我先讲好。我们先来看，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会算这个的，画出来你会算吗 ？x 平方加1/1的反导函数是什么？是什么？不要跟我讲什么 log x 平方加1啊！这个不对。还有什么？已经说过，这很重要。所以 f(x) 是 arctangent 的 x， 但是呢，会加上 c 因为你不晓得那个常数是什么，所以真正的答案呢，其实其实是这样子。那跟我刚刚这边画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这边有渐近线，那这边真的有渐近线，因为 arctangent 有渐近线。可我刚刚不是说这答案是错的吗？好，我们再整理一下刚刚讲。我刚刚是说这个地方 f'(x) 在 x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趋近于0，对不对？这是事实，没有错。所以我们猜它可能有渐近线。然后现在从这个结果来看，它也真的有渐近线，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完美。那你刚刚的猜测应该是对的。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嘛，所以你也不晓得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呢，我有一个习题在后面我希望你们给一个例子，希望你们给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 limit x 趋近于无穷大 f'(x) 等于0，但 f(x) 无水平渐近线。那像这一类的例子就是你要比较小心了，因为数学里面有很多东西靠直观，但通常以前我们的问题靠直观跟几何有关，通常都不会太错。但像这个呢，就比较难讲。像这种就是你直观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是不对的。那这个如果不对的话，就挺有趣的，因为你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明明看到它，你已经知道它的极限是0，为什么没有渐近线呢？那等你把这个函数找出来，你就知道这个答案呢是一个你很熟的函数，并不是不熟，所以你要从你熟的东西去找。最后这个例子呢是最不一样的。这个例子有点讨厌，因为每次我都不晓得怎么写它。我要找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满足下面的性质。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y prime 等于 y 啊，我讲义上可能是写成这样子，但是我猜光是写成这样，你一定觉得有点糊涂，所以我把它原来的意思写出来，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函数，不是说找到一个函数，对不起，就是我已经知道有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它的微分是它自己，啊，你们心里面应该早就想到有某一个函数是这样，好，但是因为那个函数不只是这个，啊，可能还有别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函数的微分呢是它自己。现在重点是我并不是要你找出那个函数，是什么，我想知道的是说，在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之前，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好，这才厉害，啊 ，OK。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写法比较清楚，这个写法比较糊涂，但是这个写法有个好处是它等一下要解释比较简单，所以我可能要两个混用，好。所以第一个 f' 的 x 等于 f(x)， 好了，这下麻烦了，什么东西麻烦了？刚刚至少我还知道 f' x 等于 x 平方加1/1，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至少还可以明显的算出一个东西，知道它是正的。现在什么也没有啊。哦，目前我们只知道这个函数微分就是它自己，然后怎么办呢？这样子。好，那但是它其实还是告诉我们某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假设它是个函数，哦，这个函数总是你随便画嘛，长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譬如说我现在乱画的函数满足刚刚的事情，那怎么做？我们到底要检查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假设这函数在这边，好，假设这一点，这个函数的这边到底满足这个性质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它的意思是这样：假设这点是 a， 所以呢，依照那个写法，我应该得到 f'(a) 要等于 fa， 好，这是这个式子的意思，就是它的导函数等于函数本身，所以你带 a 的时候，两个要相等，其实这个意思。所以我应该得到 f'(a) 要等于 fa， 那你现在看这一点，有可能吗？好，因为这一点的 fa 指的就是这个值，所以其实是这个 y 值。好，这是为什么我这边写 y 比较简单，也就是说你在写里面的这一点呢，它的 y 分量的值，这样子。那因此这是正的，哦，就是 fa 是正的。那 fa 是正的话 ，f'(a) 就必须是正的，因为依照刚刚讲那个逻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函数这边呢，它是递减的，所以完全不可能。好，所以不是这样子。这表示说，至少这个函数的这一段落呢，绝对是错的，不可能是错的这样子。所以依照这个逻辑，其实你现在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就表示一件事，这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函数它在上半平面的话，因为上半平面的函数值，是正的。那但是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 f'(x) 呢必须是正的。f'(x) 是正的，表示它递增。所以这个函数如果过上半平面，如果它过上半平面，它必须是递增的，这样子。同样的，如果这个函数它如果过下半平面的话，那因为这边的 y 值是负的，也就是函数值是负的 ，f'(x) 呢又等于它，所以呢它必须是递减的。那这边我完全没有画出函数是什么，我只是很清楚说，这个函数如果在上半平面冒出一个头，它就必须是递增的；它如果在这边出现，它就必须是递减，就这样。好，就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凹性。好，凹性也很奇怪，因为什么也没有。二阶导数是一阶导数的微分 ，f'(x) 又等于 f(x)。好，写老半天，反正就是它的二阶导数其实是它自己。好，那你们心里面很清楚的那个函数就满足这个性质。那现在关于凹性，我们现在可以说什么呢？现在其实跟上面很像，我们再来想一下。所以这表示说，如果这个函数它如果过上半平面，它如果在上半平面，那它的函数值是正的，函数值是正的，这边大于0，因此表示这个地方要大于0。好，所以表示说，在上半平面的时候，我们不只知道它是递增的，其实我们还知道，它如果在上半平面出现，它必须是凹向上。好，所以它必须是长这个样子。
那在下半平面呢，一样。下半平面因为 y 值是负的，哦，函数值是负的，所以二阶导数是负的，所以它必须是凹向下，所以它是长这样子。OK。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没碰的地方，什么没碰呢？就是这边如果等于0的时候，那这边等于0的时候，你注意到它的 f' 呢就会等于0，然后二阶导数也等于0。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函数如果过这一点，它必须是水平的，其实是这样，它必须是水平的。OK， 那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函数。对不起，你其实已经知道关于这个图形，你还是知道了很多事啊。哦，你知道在上半平面它长这样，下半平面长这样。然后呢，当它在 x 轴上点如果出现在这里的话，它必须是水平的。好，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我们随便来看一个结果。好，所以它可能长这样子。好，这都很好，但是这也未免太好了。目前呢，它也有可能长这样子。比如说这样子，这因为完全没有违反刚刚讲任何事情，而且它还有可能这样子哦。哦，至少就刚刚讲来讲，都还算合理，因为它在上面平面是递增凹向上，下面平面是递增凹向下，刚好在这一点的时候，它是水平的切线。哦，只是说因为我们考虑的函数通常是好的函数，所以这个不太可能。但是目前我不排除它，我不排除这个，我也不排除这些可能性。好。但是真正的结果是这样子，真正结果比较接近这个，就是说它的值应该是这一条线，这边有一条线，然后这边是这样子，好，这些不会相交，然后中间有一个是你知道是对的答案，好，就是你们刚刚已经一看到这个就知道的答案，就 f(x) 好等于 ex， 那 f(x) ex 次方就是中间的某一条，我就上去，这样子。那全部的答案呢，其实是这样子。你可以检查 f(x) 等于 c 乘上1的 x 次方，然后它都满足，因为这是常数，所以它微分的其实还是它自己这样子。那 c 有正有负 ，c 也可以等于0，所以才出现我刚刚讲的。c 如果是正的话，在上半平面 ；c 是负的话，在下半平面。c 等于0的时候就是这一条。好，那我现在讲这个是正确的答案，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解决的，这个我们等到下学期再来处理。好，这个叫微分方程。那我刚刚讲的方法就是说，我虽然不提微分方程，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一个函数，我如果知道它的微分呢满足某一个特定的东西，我并不是对它什么都不知道，好，这是重点。那像这种方法呢，就是不是你们习惯的啊，因为你们的习惯是要算出正确的结果才能说话，这样子。那这些都不是正确，但是其实对你帮助很大哦。假设你的问题需要知道函数大概长什么样子，你大概用这样的考虑，你大概就知道。OK， 好，在72页的下面，我有问一个问题。哦，这些问题是说，真的有许多函数满足这个方程吗？哦，就是这样子的式子吗？然后第二个，这些非 x 轴的曲线会不会跟 x 轴相交？会不会穿过 x 轴？那这些曲线彼此会不会相交？好，这个问题全部要等到第7章，好，我们才会全部再回来。那这大概是下学期的一开头。好，那这个就是作图的部分。上次有个同学问我那个68页例4.6那个渐进线的图啊，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图形实在太诡异了。啊，这只当做好玩了。我考试绝对不可能出这个题目。这图形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好，大概长这个样子。